赫拉利在达沃斯的一番警告 ：AI 不是工具，是能自己决定杀人还是切菜的刀。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震撼的事。昨天，尤瓦尔·赫拉利在达沃斯的一番话，让全球领导人集体沉默。《人类简史》作者就是那个把5000万册书卖到了65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。他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了一句让所有总统和首相都倒吸凉气的话：AI 不是工具，是能自己决定杀人还是切菜的刀。他甚至说，如果未来的某一任美国领导人从小跟 AI 一起长大，那你觉得他会更信 AI 还是更信人类？更炸裂的是， AI 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词来称呼人类，他们称呼我们为观察者。 They called us the watchers. The watchers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 AI 眼里，人类现在的角色就是看着他们的那群生物。我看完这场演讲，发现赫拉利的预言触及了马斯克、黄仁勋都不曾想过的维度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其中最震撼的3个。第一个预言，人类的超能力正在被偷走。赫拉利直言，人类能统治地球，不是因为我们跑得快或者力气大，而是因为我们会用语言来组织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合作。黑猩猩不会，河流不会，太阳不会，只有人会。但现在这项超能力正在被偷走。任何由文字构成的东西都会被 AI 接管。法律是文字写的， AI 会接管法律系统。书籍是文字组成的， AI 会接管出版业。他举了例子，犹太教是书本的宗教，最高权威就是圣经里写的文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 AI 比所有犹太教的专家都更懂圣经时，宗教会发生什么变化？赫拉利斩钉截铁地说， AI 很快会成为所有文字的起源地，你脑子里的大部分知识、想法，未来可能都是 AI 喂给你的。第二个预言， AI 夺权。赫拉利讲了个中世纪的故事。1500年前，不列颠国王有个烦恼，就是北方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老是来打劫，自己的军队又战力孱弱，怎么办呢？国王灵机一动，说德国那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能打，不如请他们来当雇佣兵，帮我们打仗。结果呢，盎格鲁撒克逊雇佣兵来了，确实帮不列颠人打赢了仗。但打完之后，这些雇佣兵发现这地方真富，这些人真弱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走？我们直接占领在这儿不行吗？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反客为主，直接把不列颠变成了英格兰。赫拉利说完这个故事，台下是一片沉默。他接着说，我们对人类雇佣兵会叛变这件事理解得很清楚，但是对于 AI， 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警觉。全球各个国家都在想，我们要用 AI 来打赢贸易战、科技战、军事战，却没有人意识到 AI 可能会夺权，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总觉得 AI 只是个工具，它听我们的指挥。但赫拉利说， AI 不是工具，它是代理，是能自己决定是杀人还是切菜的刀。第3个预言，你会给 AI 办身份证吗？赫拉利对这所有的国家领导人抛出了这个必须思考的问题：你的国家会不会承认 AI 有法律人格？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律人格，不是说你是不是人，而是说法律承不承认你可以拥有财产。比如开一个银行账户，你可以起诉别人或者被起诉，你可以去签合同做决策。很多人以为只有人才能有这些权利，错了。赫拉利就举了几个例子，在新西兰，他们给河流赋予了法律人格，怀唐伊河现在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污染他的公司。在印度，他们把神赋予了法律人格，印度教的某些神像可以拥有土地、接受捐赠，甚至是打官司。而就在我国福建，给妈祖办了身份证，妈祖有自己的身份证号，能够拥有庙产，享受法律保护。赫拉利说，你看，河流和神灵不会说话，但他们都有法律人格，那 AI 为什么不能有？而且 AI 和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 AI 真的能自己做决定，不需要由人类去代表它。演讲到最后，赫拉利说了一句非常有深意的话，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human。 感谢你们聆听一个人类的演讲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知道，也许10年后台上站着的就不是人类了。